我问你们一个最常见的事，你早上买菜，路过天桥，撞见路边磕头乞讨的乞丐，这个时候你会不会停下脚步？会不会掏钱给他？我跟你讲，90%的人这个时候脑袋里头就开始唱大戏了，心里面左边跳出个菩萨说，哎呀，造孽啊，这么大岁数还在讨饭，给他点钱买个包子吧。右边马上蹦出个判官来喊停，你可别犯傻。现在骗子多如牛毛，人家一下班衣服一换，开着小轿车回大房子吃香喝辣，你连个退休金都精打细算，凭什么去倒贴他？这两个声音在你脑门子里头打得叮当响，最后你怎么办？你眉头一皱，心一横，加快脚步赶紧走过去，心里想着，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不看就没事了。可你真没事了吗？你们要晓得，你人是走远了，可你这心里头啊堵得慌，一边觉得没给钱，心里隐隐有愧，一边又安慰自己，我这是聪明，没当冤大头。你这一整天炒菜也想着这事，散步也想着这事，这股子无名火和纠结半天都散不掉。你看看人家要饭的就趴在那儿，没拉你也没拽你，你却被一个根本不认识的陌生人把你的三魂七魄都给牵走了，你的情绪全被他遥控了。问题到底出在哪？我告诉你们，根本不是出在那个乞丐身上，全出在咱们自己的起心动念上。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学问里头有8个字讲得极深，但又极透彻，叫万法唯心，相由心生。很多人听不懂，觉得跟我平时过日子没关系。错了，这讲的就是咱们的日常生活。外面那个乞丐是真是假，那是个境，是你碰到的外在环境，你心里头怎么去掂量，怎么去防备，怎么去计较，那叫心。你被外面的环境搞得心里乱七八糟，吃不下睡不着，这就叫心随境转，你连你自己的主都做不了啦。我给你们讲个实实在在的事情，你一听就明白了。很多时候让你大发雷霆的，让你疑神疑鬼的，根本不是外面的事，而是你心里头没除掉的那个贼。我认得一位老太太快70了，平时跟儿子儿媳住一块儿，前阵子小两口工作忙，家里请了个新保姆，是个农村来的大姐。这大姐刚来没几天，有一天早上，这老太太洗漱完，突然发现自己放在床头柜抽屉最里头的一个老金戒指不见了，那是她年轻时候的陪嫁，平时宝贝得不得了，偶尔才拿出来摸一摸。这一下可好，老太太心里咯噔一下，火气趁地就冒上来了。她心想，这家里平时就咱们几口人，东西从来没丢过，怎么这新保姆一来，我的金戒指就不翼而飞了？肯定是她手脚不干净，看那贼眉鼠眼的样子，就不像个好人。诸位要记住，这个念头一动，她心里的贼就彻底醒了。从那天起，这老太太看保姆的眼神全变了。保姆在厨房洗碗，水滑不小心打碎个盘子，老太太坐在客厅里冷哼一声，斜着眼睛弯了一眼，心里嘀咕，哼，做贼心虚，手抖了吧。保姆出门去菜市场买菜，老太太就偷偷溜进保姆房间，把人家的破帆布包、衣服兜翻了个底朝天。等保姆买完菜，提着篮子进门，老太太故意拉长个脸，坐在沙发上指桑骂槐地念叨，咱们家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最讲究个人品，那些个偷鸡摸狗的烂事，迟早老天爷要扒了他的皮。那保姆大姐是个老实巴交的人，被老太太天天这么死盯着，
甩脸子敲打，吓得背上直冒冷汗，干活战战兢兢的，委屈的躲在厕所里，吧嗒吧嗒直掉眼泪，最后实在受不了这份窝囊气，哭着跟老太太的儿子说要辞职，说自己就是饿死也不挣这份被人当贼房的钱，家里儿子儿媳也跟着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两头劝，整个家闹得鸡飞狗跳，乌烟瘴气，大半个月没个人笑脸。结果怎么着？就在保姆收拾包袱要走的那天早上，老太太在自己屋里大扫除，拿着长柄扫帚往床铺底下的深缝隙里一掏，当啷一声脆响，扫出来一个沾满灰的亮闪闪的东西。老太太弯腰捡起来一看，傻眼了，脸涨得通红，正是那个金戒指，原来是她自己半个月前拿出来看，手一滑，不小心掉进床缝深处去了，自己忘得一干二净。你想想看，这大半个月里，那个保姆大姐变过没有？没有，人家一直是个老老实实干活的农村妇女，连那个金戒指长什么样都没见过。那个金戒指变过没有？也没有。她一直安安静静的躺在那个积灰的床缝里，外面的环境，外面的人根本什么都没发生，什么都没变。那到底是什么变了？是老太太那颗充满了不信任的分别心变了。一旦她心里认定保姆是个贼，那保姆走路像贼，说话像贼，连低头洗菜的样子都像个贼。这就是佛法里讲的相由心生，外面的世界其实没有别人，全是你内心的一面大镜子。你心里装满了猜忌，你看谁都是骗子，谁都要害你。你心里充满了火气，你看谁都觉得人家在找你麻烦，让你起情绪的从来不是别人，全是你自己内心的投射。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马路上那个乞丐，当你停在那里眉头紧锁，心里琢磨他是不是骗子，他背地里是不是比我有钱的时候，你已经掉进了一个自寻烦恼的陷阱里。你难道要走上前去让他把户口本拿出来给你看看，让他去银行打个流水证明他真没钱？不可能嘛。那你既然永远搞不清楚他是真穷还是假穷，你为什么要把你自己最宝贵的精力，把你一整天的好心情耗费在一个你永远得不到答案的事情上面呢？我不怕得罪人，我直接跟你们讲，这就叫做没有智慧，叫做执迷不悟。你不要老去盯外面的真假，你要把光收回来，照亮你自己的内心。有人就要问了，南师啊，万一他真就是个职业骗子，我给了他10块钱，我这不就是吃了哑巴亏，当了冤大头吗？你以为你真亏了吗？我告诉你们，凡夫俗子算账，算的是口袋里那几张钞票，老天爷算账，算的是你身上的德和业。老祖宗留下一句金玉良言，叫德本财末。什么意思呢？你把人比作一棵树，那个德就是埋在泥土底下的树根，那个财就是树枝上长出来的叶子。你只要根扎得深，营养足了，树叶子哪怕冬天掉光了，到了明年春天它照样会再长出来。可是如果你为了保住几片叶子，把树根给刨了，这棵树就彻底死透了。你走在路上给了那个乞丐10块钱，哪怕他真是一个职业骗子，哪怕他下了班就换上好衣服去吃香喝辣，你觉得你亏了这10块钱，对不对？你错了。你们要晓得法界里的规矩，那是毫厘不爽的。他跪在地上用虚情假意去骗你的钱，他骗走的根本不仅是钞票，他是在拿自己命盘里的德和福报
在老天爷那里做抵押，他今天骗了你100块，老天爷的账本上立马就划掉他300块、500块的福报，全补到你的账上。他拿他的健康，拿他的寿命，拿他子孙后代的运气，换了你手里那点碎银子。你看似破了点小财，其实老天爷在悄悄地发力，把你身上的灾祸晦气顺着这10块钱全都扔给他去背了。你仔细算算这笔账，到底是谁占了便宜，是谁吃了大亏。所以老一辈人常讲，吃亏是福，破财消灾。很多人现在听不进去，觉得这是弱者用来安慰自己的废话。我跟你讲，这绝不是安慰你，这是宇宙间最真实的业力置换规律。清代有位名臣叫林退斋，这位林大人一生清廉，没贪过什么王法钱，到老了告老还乡，攒下来的也就那么小半箱，用来养老的碎银子。他家里有个老仆人跟着他大半辈子了，平时看着老实巴交。林退斋念旧情，把家里的钥匙账本都放心的交给他管。谁能想到人心隔肚皮，有一天夜里，这老仆人趁着林家上下睡的时，撬开锁，卷了林退斋那半箱子养老的命跟钱，连夜翻墙跑了。第二天一大早，家里人一看，库房门大开，木箱子底朝天。大儿子一看这景象，气得眼睛都红了，一脚踹翻了门槛旁的圆凳，大喊着：这没良心的老狗，我这就去县衙击鼓，贴海捕文书，非把他抓回来打断腿不可。一时间全家人群情激愤，家里炸开了锅。这个时候，林退斋正坐在中堂的太师椅上，手里捻着一串佛珠。他听见外面吵闹，慢悠悠地走出来，看了一眼空空如也的箱子，眉头都没皱一下。他摆了摆手，把暴跳如雷的大儿子叫住，只说了干脆利落的一句话：报什么官，随他去。家里人不干了，围上来嚷嚷着说：爹，那是您大半辈子的血汗钱呐，以后这日子怎么过，就这么白白便宜了。那个白眼狼林退斋眼皮都没抬，看着一家老小叹了口气说：你们啊，只看见银子没了，没看见别的。他拿了我的钱，是把他的福气留给我了。这银子本就是身外之物，他既然能狠下心断了这几十年的恩义，说明他命里的福报也就到头了。咱们家权当破财挡灾，谁也不准去追。林退斋硬生生把这事给压下来了，大伙心里都憋着一股气，觉得老爷子老糊涂了，软弱可欺。可是后来呢，你们听好了，那个老仆人卷了银子跑回老家，觉得自己发了一笔横财，改头换面做起了大买卖。结果刚干了不到半年，遇上水患，货全赔进去了不说，自己还染上了一身怪病，躺在床上疼得打滚，请了多少大夫都看不好。没出1年，这老仆人就在穷困潦倒中暴病而亡了，最后落得个卷个破席子，草草下葬的下场。你再回头看看林退斋，那一箱银子丢了，一家人粗茶淡饭，日子虽然过得紧巴点，但老头子每天乐呵呵的，吃得香，睡得着，结果活到了90多岁，无疾而终。他的几个子孙因为家教严明，厚道传家，后来个个都有出息，真正应了那句子孙满堂，门庭显赫。你想想看，这冥冥之中的因果是不是比你那个算盘打得还要精？老仆人偷的是银子吗？他偷的是林退斋命里可能要遇到的劫难，他把林家的灾祸硬生生背到自己身上去了，拿自己的命填了这个窟窿。林退斋是用半箱银子
买了一家老小几十年的平安和家运。所以我常常劝很多老年朋友，在生活里如果遇上点小人，被坏人坑了一把，或者被人占了点便宜，只要没伤及筋骨，不要急得跳脚，不要整天在家里骂街，更不要捶胸顿足地喊老天爷不长眼。老天爷怎么会不长眼呢？那个天平在这边翘起来，必定在另一边沉下去。他占了你的便宜，天道就会从他身上抽走等量的福报，甚至翻倍的抽走，连同他子孙的运势一块补给你。你们要晓得，真正有大智慧的人，面对这种事情，心里头只有一个念头：随缘消旧业。你欠他的，这回还清了，他不配拿的，老天爷自然会找他算总账。这就叫得之不喜，失之不忧。讲到这里，有的人可能要不服气了，有的人脾气暴，就会问南师啊，照你这么说，这骗子骗了人，恶人干了坏事，我们不但不抓他，还要感谢他，那这世上还要不要正义了？难道我们就眼睁睁看着坏人嚣张，什么都不做吗？我知道你们心里头憋着这股火，很多人就是咽不下这口气，非要去讨个说法，非要去逞个英雄。但是你们仔细想想，你那个所谓的正义，真的是为了替天行道吗？我告诉你们，很多时候你心里那股子咬牙切齿的正义感，根本不是替天行道，而是你自己的傲慢。佛法里头讲，这世间有6道轮回，其中有一道叫修罗道。什么叫阿修罗？你们去庙里看那个塑像，阿修罗往往是手里拿着兵器，怒目圆睁的。这种人，他平时也讲规矩，也做好事，但他有个致命的毛病，好勇斗狠，眼里容不下一粒沙子。他只要觉得别人做错了，觉得自己占了理，就非要抡起大棒，把别人打得永世不得翻身，才解恨。这种光有理没厚道的心态，就是修罗心。你以为你是在惩恶扬善，其实你那极度憎恶，非弄死对方不可的念头，早已经让你自己掉进了魔障里头。我给你们讲个故事，有个小区住了个刺头老头，咱们叫他老张。老张退休前在单位里管点人事，一辈子喜欢拿规矩压人，退休后闲在家里没事干，他就把这股子劲全用在了小区里。他去书店买了一本厚厚的物业管理条例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天天揣在兜里，背着手在小区里巡逻。一开始大家觉得老张挺热心，可是没过多久，全小区的居民听到他咳嗽都要绕着走。为什么？他太绝了。2楼的年轻小夫妻刚生了孩子，为了方便，把婴儿车临时停在了自家门外的楼道死角里。老张溜达过去一看，二话不说，上去咣就是一脚，把婴儿车踹翻。小伙子开门出来理论，老张掏出小本子，指着小伙子的鼻子，唾沫横飞。楼道属于公共消防通道，你这是危害公共安全，我这就报警。最后硬是逼着小伙子写了检讨书，还让物业罚了款3楼的大妈，在阳台上晒了点干豆角，风一吹，有2片叶子掉到了老张家阳台上。老张直接拿着叶子冲上楼，砰砰砰砸门，站在楼道里骂了整整半个小时，说人家素质低下，败坏社会风气，谁要是敢顶嘴，他就天天去街道办事处投诉你，去法院起诉你，不把你折腾得掉层皮，他绝不罢休。老张天天把一句话挂在嘴边，我是个讲原则的人，对付你们这些没素质的恶人就得下狠手，我是为了小区的正义。他觉得自己是个英雄，是个斗士，
可是诸位你想想看，那个婴儿车真的挡了消防通道吗？那个死角连个人都走不过去，那2片豆角叶子真的影响他生活了吗？扫一下就完事了。他根本不是为了什么正义，他只是极其享受那种我站着理，我就可以高高在上随意碾压你，羞辱你的快感。这就叫做没有慈悲的正义。这就是傲慢的伪装事情的转折，发生在那年冬天的一个大雪夜。那天晚上气温降到了零下好几度，老张吃过晚饭，提着一袋垃圾下楼，楼道里因为化雪，地上结了一层薄薄的暗冰。老张走得急，脚底下一滑，扑通一声重重地摔在了台阶上。这一下摔得极重，老张当时就觉得胸口像被大铁锤抡了一下，一口气喘不上来，他疼得满头大汗，捂着胸口倒在冰冷的瓷砖地上，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他哆嗦着手去拍离他最近的2楼小夫妻家的门，一边拍一边有气无力地喊：救命，老头子不行了！门里头明明有电视的声音。过了一会儿，门缝悄悄开了一条小缝，借着楼道的灯光，老张看清了，是那个被他逼着写检讨罚款的小伙子。小伙子低头一看，是平时天天找他们麻烦的。老张倒在地上，脸色发青。小伙子下意识的要伸手去扶，这时候门里头伸出一只手，他老婆一把将他拽了回去。老婆压低声音，但极其坚决地说：你疯了，你敢碰他？他这种平时就爱挑刺，打官司的人万一是碰瓷呢，赖上咱们家，咱们这辈子就毁了。别管他！砰的一声，门关上了，紧接着传来了反锁死的声音。老张绝望了，他又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去敲对面3楼大妈家的门。大妈在猫眼里看了一眼，连灯都没敢开。大妈心里想，这老东西平时把我们骂得狗血淋头，巴不得我们死，我凭什么救他？让他自己受着吧。就这样，老张在零下几度的楼道里整整躺了半个多小时。他感觉自己的体温一点点流失，心脏跳得越来越微弱。那一刻，他躺在冰冷的地上，脑子里闪过的全是他平时拿着条文指着邻居鼻子痛骂的画面。他占尽了理，赢了每一场吵架，可是在他快要死的时候，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向他伸出一只手。后来还是一个路过送外卖的快递小哥，看到倒在地上的老张，赶紧打了个120，这才把老张从鬼门关里硬拖了回来，命是保住了。但老张也落下了半身不遂，只能坐在轮椅上。从医院回家后，老张彻底变了个人。他不再拿小本子记别人的过了，他每天坐在阳台上，看着楼下那些曾经被他骂过的邻居有说有笑，他眼里只剩下无尽的懊悔和孤独。诸位，这个故事听完，你们心里头是不是一阵发凉？你们要晓得，老张错了吗？如果拿到法庭上去讲，他讲的每一条规矩都没错，可是他把周围所有人的心都给伤透了。你把人家的尊严放在地上踩，你把事情做绝了，你就是在断自己的后路。我们很多老年朋友平时在家里在外面也容易犯这个毛病，遇到点不顺眼的事，比如看到网上的新闻，或者在家族群里看到亲戚做错点小事，马上就火冒三丈，嫉恶如仇，觉得自己是正人君子，别人都是道德败坏的小人，你恨不得顺着网线过去掐死人家，恨不得在群里写几千字的小作文，把那个亲戚批倒批臭。我跟你们讲，你停下来，你照照镜子看看，你那个时候的脸，
面目狰狞，横眉竖眼，这就是修罗相啊！你以为你骂的是恶人，你是在行善，其实你在动那个极度怨恨的念头时，你心底的慈悲就已经死了。老祖宗讲的厚德载物，那个德字就是一点包容之心，你连一点包容的厚道都没有，你怎么载得住你命里的福报？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你太苛刻了，非要把每件事都分出个黑白对错，非要把别人逼到死角，最后的结果就是当你有难的时候，身边连个替你喊救命的人都没有，你用正义的刀子去捅别人，最后流血的全是你自己积累的阴德。所以放下那颗非要弄死对方不可的心吧。遇到恶人，遇到不公，咱们当然要讲原则，但要留有余地，要带着一分悲悯。你要知道他作恶，那是他的业力没转过来，他在造他的地狱。你如果因为他作恶，你就气得发疯，你用同样恶毒的手段去报复他，那你这大半辈子的修行不就跟着他一起毁了吗？不仅是毁了修行，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个道理才是最要命的。你们知道吗？当你指着那个小人破口大骂的时候，你以为你出了气，其实在看不见的地方，你正在把你自己身上最宝贵的东西白白的拱手送给他。送给他什么呢？送给他你的好运气，送给他你攒了大半辈子的福报。我告诉你们，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学问里头有一个极其核心的秘密，叫做气机交感。你们平时去庙里拜佛，去道观里烧香，总求着能有个好磁场、好风水。其实最大的风水机关就在你每一次发脾气的时候。你想想看，你站在路上指着那个蛮不讲理的小人破口大骂，你气得浑身发抖，血压飙升。这个时候在看不见的法界里头，你和那个小人之间就已经接通了一根无形的管子。那个小人为什么不讲理？为什么干坏事？因为他身上全是一团乱糟糟的霉气、晦气和业障。你呢？你是个好人，你平时行善积德，你身上原本是一团清净的清气、贵气，可是你这一动怒，完了，你们俩的气机嗡的一下连在一起了。水往低处流，气往虚处走，你身上那些好的气运顺着你这股子怒火哗哗地流到了他身上，而他身上那些倒霉的肮脏的病气和晦气顺着这根管子全吸到了你自己的五脏六腑里。你骂完之后觉得胸口疼，头晕脑胀，回到家连喝水都塞牙缝，甚至出门摔一跤。你以为你是被气病的，佛法讲得很清楚，你那是替他把业障给背过来了。这就叫待人受过天下最亏本的买卖，莫过于此。所以面对那些恶人小人，面对别人对你的委屈和毁谤，最高级的防御是什么？是6个字：不辩解，不动气。你不接他的招，你心里的那扇门死死关着，他那股子恶气撞不到你身上，最后只能成倍的弹回到他自己身上去。这就叫指漏纳福。明代有个大画家叫沈周，沈周的画在当时那是一绝，千金难求，随便一张纸盖上他的印章，拿到市面上就能换一套大宅子。既然这么值钱，自然就有人眼红。当时市面上突然冒出一个人，专门仿造沈周的画。这人模仿的极像，连落款和印章都仿了个8、9不离10，拿着这些假画到处卖高价。这事儿要是搁在一般人身上，那还得了？这等于是偷人家名声，断人家的财路啊！有一天，沈周的一个好朋友在集市上买到了假画，
气冲冲地跑进沈周的画室，啪的一声把假画拍在桌子上，大声嚷嚷：太欺负人了，这贼人竟然造假造到你头上来了，我已经打听出他是谁了，咱们这就去县衙击鼓，非把他抓起来，发配充军不可。沈周当时正拿着笔悬在半空，听见朋友这么吼，他眉头都没皱一下，慢条斯理地把笔放下，拿起那张假画端详了半天，竟然笑了笑。他拉住朋友，摇了摇头说：你先别急，我找人打听过了，这个造假的人是个落魄的老秀才，他家里有个80多岁的老母亲，得了重病瘫在床上，他实在没钱抓药，这才走了这条歪路，他也是为了尽孝道啊。朋友一听更急了，尽孝道也不能偷你的钱啊，你不管以后满大街都是你的假话，你这半辈子的名声还要不要了？沈周没接话，他转身吩咐家里的下人：你去把那个老秀才给我悄悄请过来，记住从后门进，别让人看见，别吓着他。没多会儿，那个造假的老秀才被带到了沈周面前。这老头一进门，看见太师椅上坐着的正是大画家沈周本人，扑通一声就跪在了青砖地上。他浑身打摆子，冷汗顺着额头往下滴，把后背的粗布衣服都湿透了，磕头如捣蒜，连喊求大人饶命。沈周走过去，亲自把他扶起来，没骂一句。更没提报官的事，他把老秀才领到书桌前，指着那幅假画底下的印章，温和地说：老人家，你这画的笔法已经很传神了，只是这方印章刻得钝了些，破绽全在上面，遇到懂行的，你这画就卖不上价钱，老太太的药费也就没了着落。老秀才听懵了，瞪大眼睛看着沈周，下巴都快掉下来了。沈周接着说：来，我今天教教你，这个印章的边角要怎么刻，怎么留白，这画上的提拔要怎么起笔，你学会了，这画才能卖个好价钱，赶紧去把老太太的病治好吧。老秀才哇的一声大哭出来，再次跪在地上，这次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羞愧和感动。他死死地磕了3个响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抹着眼泪从后门走了。诸位你想想看，沈周这么做，他是真傻还是假傻？你们要晓得，这才是顶级的智慧。沈周如果在当时动了雷霆之怒，去报官抓人，确实能把老秀才关进大牢，但是那个老秀才绝望之下的怨恨气，老秀才那病重老母亲无依无靠的凄凉气，这股子极其阴寒的业力立马就会缠上沈周，这就是气机交感。你断了他的生路，他的怨毒就来断你的福运。可是沈周不仅没动气，反而包容了他，成全了他。那一刻，这原本要断财路的滔天恶缘，瞬间被沈周的慈悲心化解得干干净净。结果呢，老秀才回去后，逢人便哭着讲沈大画家的恩德。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不仅没有损害沈周的名声，反而让全天下的人都敬仰沈周的人品。那些达官贵人、文人雅士更加疯狂地高价收购沈周的真迹，觉得把他的画挂在家里就是镇宅之宝。沈周非但没有破财，反而名震天下，他自己也无病无灾，活到了80多岁，福寿双全。你看看，面对别人的冒犯，你到底是要出一口恶气，还是要保住自己一生的福报？我常常看到很多老年朋友在菜市场跟小贩吵得脸红脖子粗，在公交车上因为别人踩了一脚，骂人家祖宗18代，甚至在家里就因为老伴儿一句话没说对，能赌气3天不吃饭。你们以为自己没吃亏，
觉得自己嘴巴厉害，占了上风。我跟你讲，你这叫火烧功德林，你积攒的那点福气全被你这一通脾气给烧成了灰。你骂赢了别人，结果第二天自己感冒了，或者走在平地上崴了脚，你还觉得纳闷，那什么闷？你的气机漏了，晦气自然就找上门来了。所以从今天起，你们在外面遇到那些蛮横不讲理的抢道加塞的，甚至是对你冷嘲热讽的人，你在心里默念一句话：我不跟你交感，我不接你的晦气。你朝他笑笑，转身走你的阳光道，让他的恶气撞在虚空里，全部反弹回他自己身上。你守住了这颗不动的心，你就守住了你们家最大的风水。可是外面的闲杂人等，咱们能躲得开，能不交感，但有一个地方的考题，你是无论如何也躲不掉的。不仅躲不掉，而且我告诉你们，咱们绝大多数的人半辈子修行，最后全在这道考题上栽了跟头，把好端端的一个家，把积累了几十年的好风水败得一塌糊涂。这道考题在哪？就在你家那个防盗门里头，就是你的老伴，你的儿女，你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一家人。你们想想看，咱们很多人是不是都有这个毛病？走在外面，对着领导，对着同事，甚至是对着小区门口修自行车的师傅，那叫一个客气，那叫一个满脸堆笑。人家不小心踩了你一脚，你还赶紧摆摆手，笑眯眯地说没关系没关系，是我站错地方了。可是到了晚上，防盗门砰的一关，回到家里，这张脸立马就拉下来了。老伴辛辛苦苦做了一桌子饭，汤稍微炖咸了一点，你夹了一口，一筷子啪的拍在桌子上，眼珠子一瞪，这炒的什么菜？盐不要钱啊！天天在家里闲着，连个饭都做不好，你还能干点什么？你看那个尖酸刻薄的劲儿，那个不耐烦的语气全出来了。在外头装得像个弥勒佛，回到家活脱脱就变成了一个活阎王，对不对？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你心里头有个错觉，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危险，外人得罪不起，得罪了人家要翻脸，要扣你工资，要在背后捅你刀子。而家里人呢？家里人最安全，你怎么骂，怎么甩脸子，老伴最后还是得给你洗衣服，儿女还是得叫你爹妈。你仗着他们对你的爱，仗着这层血缘关系，就把这个家当成你发泄外面受的气，到你情绪垃圾的垃圾桶了。你们要晓得，佛法讲得很清楚，这世间的缘分极其玄妙，没有无缘无故凑到一家人里头的，能进一家门的，那都是多生多世结下来的深缘，不是来报恩的，就是来讨债的。外头的人，哪怕是骗你钱的乞丐，哪怕是抢你财路的仇人，那都叫小考，你过了也就过了，大不了这辈子不再见面。可是家里人是什么？家里人是你这辈子最大的考题，是大考。你那个老伴跟你过了一辈子磕磕绊绊，要是天天惹你生气，那就是来向你讨债的；要是处处顺着你照顾你，那就是来报恩的。可不管是讨债还是报恩，你对他发脾气，你以为你只是在撒火，我跟你讲，你每对家里人吼一句，你家那个屋顶上的气场就黑了一分。咱们老祖宗讲的家和万事兴，很多人以为这就是一句写在对联上挂在墙上的客套话，大错特错。这是实打实的风水玄机啊！一个家就像一个聚宝盆，里头的财气、福气、贵气全靠一家人的和睦之气来拖着。你天天在家里大呼小叫，互相埋怨，今天你看我不顺眼，明天我骂你个狗血淋头，这叫什么？
这叫内耗。这个屋子里的气场全被你们给搅成了一锅充满毒气的浆糊，这股子怨气在门窗里头憋着，散不出去，在墙角里打转。时间久了，你想想看，住在里头的人能好吗？首先遭殃的就是你们的肉身，这口恶气憋在心里头，肝气郁结，不是你长结节，就是他血压高，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全找上门来了。其次遭殃的是你们的财运。这世间的财神爷最怕什么？最怕听到吵架声，最怕怨妇和火爆脾气。你们一吵，财气唰的一下全吓跑了。所以很多家庭明明两口子都很能干，一个月赚的也不少，可就是存不下钱，家里3天2头出幺蛾子，不是车子被蹭了，就是人生病住院了，再不然就是被人骗了，钱像流水一样往外花。为什么？因为家里的气机漏了，就是人生病住院了，底漏了，都不住福报了。很多老年朋友喜欢跑去算命，问大师，哎呀，大师您帮我看看，我这命里什么时候能发大财，我这晚年运势怎么样？大师让你回去摆个鱼缸，放个貔貅，我告诉你们，那都是瞎折腾。你家里的老伴就是你最大的风水，你的儿女就是你现成的活菩萨。你把活菩萨天天供在家里骂，你跑去外头磕头烧香，老天爷能理你吗？这个道理很简单，你欠了老伴的债，他唠叨你2句，你低个头笑一笑，说句软话，这笔债就还清了，2清了。你要是梗着脖子跟他吵，甚至动起手来，好吗？本来只欠100块的债，硬生生让你给吵成了欠1万块，这怨结越结越深，下辈子还得继续纠缠。所以怎么转运，怎么让家里平平安安，从今天起，把你的好脾气，把你的耐心，把你那副和颜悦色的笑脸从外头收回来，给你的老伴，给你的儿女，下次下班或者买菜回家，推开防盗门之前，先在门外深吸一口气，把外头的烦恼怨气受的委屈通通脱下来，像拖鞋一样扔在门外，换上拖鞋进门，看见老伴做饭辛苦，走过去拍拍肩膀，说一句，哎呀，今天辛苦你了，这汤闻着真香。你想想看，老伴听了这话心里头多暖和，他心里一高兴，切菜做饭的动作都是轻快的，这饭菜里头就带着欢喜气，带着正能量，你们全家人吃下去，那就是大补的良药，比你吃什么人参燕窝都管用。一家人坐在饭桌上说说笑笑，这屋里头瞬间就充满了祥和之气，这股气一升起来，你们家的风水立刻就活了，贵人自然来，福报自然到。我常常讲，对外人客气，那叫世故，那叫戴着面具做人；对家里人客气，那才叫真修行，才见真功夫。你真有本事，你就把家里这个客厅当成你的道场，把它修圆满了，你在这个大考里及格了，外头那些风风雨雨，妖魔鬼怪根本动不了你一根汗毛。可是啊，话又说回来，在这个家庭里头有一件事，特别是咱们上了年纪的父母最容易犯大忌。很多做父母的天天操碎了心，觉得自己是在无私的爱孩子，全是为了孩子好。可其实呢，你是在造大孽，你是在硬生生的折损他们本该有的福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你们，中老年人最大的情关不是别的，就是儿女。很多人到了晚年，名利看淡了，钱财也看淡了，但就是这个儿女的债怎么都放不下。儿子工作好不好，女儿嫁得怎么样，孙子在哪上学，你天天像个雷达一样，把2只眼睛死死盯在孩子身上，
只要稍微有点不顺你的心意，你那火气就上来了，晚上觉都睡不着，恨不得替他们去把日子给过了。佛法讲得很清楚，万法皆是因缘和合，你的孩子他是借着你的肚子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但他绝对不是你的私有财产，他有他自己生生世世带来的业力和福报，他这辈子要吃多少苦，要享多少福，要遇到什么人，要历什么劫，那都是他自己命盘里定好的剧本。你非要仗着自己是爹妈冲上去抢他的方向盘，这就叫攀缘。你越界了，我认得一个老太太，咱们就叫她王阿姨。王阿姨有个独生女儿，从小娇生惯养，一直挺听话。这女儿大学毕业工作后，自己谈了个男朋友，小伙子人非常踏实，脾气也好，对女儿照顾得无微不至。就是有一条家里条件不好，是从大山里考出来的穷学生，连个凑首付的钱都拿不出来。王阿姨偷偷一打听到底细，当时在家里就炸了锅了。这还了得，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得像朵花一样，难道让你去跟这个穷光蛋喝西北风，下半辈子去吃苦？他指着女儿的鼻子，勒令她马上分手，连商量的余地都没有。女儿这回死了心要跟着小伙子，死活不答应。好，这王阿姨就开始作了。怎么作？一哭二闹三上吊。女儿只要一出门去约会，她就在家绝食，躺在床上哎呦哎呦的叫。小伙子买点水果上门来看望，王阿姨连门都不让进，直接把果篮顺着防盗门咣当一声扔在楼道里，隔着铁门指着小伙子的鼻子骂人家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最狠的一次，女儿哭着收拾行李，说要跟小伙子出去租房子住，王阿姨直接冲到客厅，往地上一躺，双手死死捂着胸口，两眼翻白，大喘着粗气喊：哎呦，我的心脏病犯了，我活不成了，你今天要是敢迈出这个门，你这辈子就再也见不到我了。那个女儿当时就吓软了，扑通一下跪在地上，哭着把行李放下了。小伙子在门外看着这阵势，冷汗直往外冒，他知道自己再纠缠下去，这老太太真能折腾出人命来。小伙子含着眼泪给王阿姨鞠了个躬，转头走得干干净净。从那以后，这鸳鸯算是被老太太硬生生的拆散了。王阿姨当时心里头那个得意呀，觉得自己打了个大胜仗，用自己的智慧帮女儿避开了一个大火坑。可是因果报应来得有多快呢？这10几年一晃就过去了，你们猜怎么着？那个女儿从那次以后就像是被抽走了魂一样，她再也不谈恋爱了。谁给她介绍条件多好的金龟婿，她看都不看一眼，相亲直接把人晾在饭店里。现在女儿40多岁了，没结过婚，天天穿着件灰扑扑的衣服，下班就钻进自己屋里不出来，甚至开始吃斋看经，心如死灰了。他平时连话都不跟他妈说，看他妈的眼神冷冰冰的，就像看一个不共戴天的仇人。而那个王阿姨呢，现在70多快80了，背也驼了，腿脚也不利索了。每天傍晚，她就一个人孤零零地趴在阳台的玻璃窗上，眼巴巴地看着楼下小区里别的老太太推着小车逗孙子抱外孙。他转头看看自己屋里死气沉沉的女儿，只能自己躲回被窝里使劲扇自己的耳光，天天抹眼泪，悔得肠子都青了。可是后悔有用吗？晚了，因果已经种下了，这笔断人姻缘的烂账算在了谁的头上？全算在了这个当妈的头上。这个道理很简单，很多人就是转不过这个弯来。你以为你是在替孩子把关，你以为你是过来人看得清，我告诉你，你那不叫看清，你那叫极度的傲慢。
你把你自己对金钱的执念、对面子的贪欲，硬生生地包装成一句我是为了你好，强加在孩子身上。从老祖宗讲的契机上来看，你们做父母的天天在家为了孩子的事焦虑、发火、逼迫，这股子气是什么？这根本不是什么慈母的爱，这是一股极其阴沉、极其厚重的浊气。你这股浊气就像一个无形的大黑锅子，死死地扣在孩子的头顶上。孩子原本自己命里带的那些福报、灵气和好运，全被你这股子变态的控制欲给压死了、掐断了。你以为你帮他扫清了障碍，其实你是替他把他命里的历练给挡了。一个人他不吃苦，他怎么长本事？他不摔跤，他怎么知道这世间的路该怎么走深，怎么走浅？老天爷本来安排他吃个小亏，长个大智慧，结果你非要冲上去替他挡着，你把他护得死死的，结果就是把他变成了一个废人，一个没有灵气的木头人。你强行干涉他的因果，最后他命里该吃的苦没吃成，全变异成了更大的灾祸，落在你们整个家庭的头上。所以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千万要放下你们那个强行渡人的执念。有句老话叫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马牛。孩子长大了，翅膀硬了，要飞去哪里，会遇到什么风雨，那是他们自己该立的节。你该给的建议给了，人家如果咬着牙不听，你就立马闭嘴，把你的心从孩子身上收回来。你多去操心你自己的身体，多去操心你跟你老伴晚年这顿饭吃什么。你把自己照顾好了，你不给孩子添乱，你每天在家里乐呵呵的，心平气和，你这个老人家就是你们家里的一尊活菩萨。你这尊菩萨身上的祥和之气，自然会在冥冥之中护佑你的子孙。在外头逢凶化吉，你如果不信邪，非要去干涉，非要把家里所有人的命运都抓在你自己手里，最后你不光折了孩子的福报，你自己也要憋出一身的大病来。我这不是在吓唬你们，你们想想看，这些年你们在心里头升起的那些怨气、闷气，控制不了的急躁气，最后去哪儿了？他们可没凭空消失，全都要在你们的身体里头一笔一笔的跟你们算总账。讲到这里，很多人听了可能要摇头，觉得老头子我在这儿危言耸听。你可能会想，我生气归生气，气撒完了，妈痛快了，不就没事了吗？这气怎么还会算总账呢？我告诉你们，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学问，有一条最根本的底线，叫做心物一元。什么意思？就是你这颗心和你这个肉身，它根本不是两码事，它们是一回事。你仔细回想一下你平时的生活，你跟人在外面吵了一架，气得脸红脖子粗，回到家桌上摆着你平时最爱吃的红烧肉，你吃得下去吗？你吃不下去，吃一口就觉得胸口堵得慌，甚至想吐。为什么？因为你那一肚子火气已经把你的胃气给顶住了，你的脾胃瞬间就罢工了。你再想想，家里要是碰上点什么急事，比如儿女工作出了大乱子，或者投资的钱被人骗了，你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那一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第二天早上起来照照镜子，是不是眼眶发黑，嘴唇发白，甚至一夜之间能抽出10几根白头发？诸位，你们要晓得，情绪从来都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它不是像天上的云一样，风一吹就散了。你发出的每一个恶念，升起的每一次怨恨，佛法讲得很清楚，绝对散不了，它化成了实质的浊气和阴寒之气，顺着你的血液钻进你的经络，
最后死死地卡在你的五脏六腑里。咱们很多朋友到了晚年成了医院的常客，天天往医院跑，今天查出来个甲状腺结节，明天查出来个乳腺增生，你跑去问医生，大夫也只能给你开点药，让你定期复查，控制控制。可是你回过头来，夜深人静的时候往自己心里挖一挖，这些结节，这些包块到底是怎么来的？全是你自己常年生闷气、生怨气，一天一点硬生生给攒出来的。你在家里看不惯儿媳妇的做派，你又不敢明着骂，这叫生闷气。这股暗气憋在胸口不上不下，时间长了，经络全堵塞了，乳腺能不出问题吗？你天天觉得这辈子吃了大亏，觉得老伴对不起你，觉得某个亲戚朋友早年间占了你的便宜，你心里头那个恨啊，就像一条毒蛇一样，天天在心里头咬着你。这股极强的怨恨之气，直接伤的就是你的肝胆。中医常讲肝气郁结，气一旦接住了，血也就淤住了，慢慢的它就在你体内长成了一个个实体的硬块。那些难治的病，那些折磨人的症候，剥开表面那层医学的皮，最里头的核心就是你几十年没化解开的陈年旧怨。你这具肉身就是你一生起心动念的记账本，一笔都少不了。现在的人啊，很多都是本末倒置。你们去看看，有多少老年朋友每个月那点可怜的退休金，自己连件好衣服都舍不得买，全拿去买什么昂贵的保健品，买什么名贵的人参鹿茸。你把家里的柜子堆得像个药房一样，天天大把大把的吞药片。可是另一边呢，你的脾气一点没改，稍微遇到点不顺心的事，立马暴跳如雷。听见别人在背后议论你一句，你能记恨人家整整大半年。我跟你讲，你想想看，你这就是在拿个漏了底的破水桶去井里打水，你这边花着成千上万的钱拼命的往身体里补精华，你那边只要一发火，一动怨念，这股毒火轰地一下，就把你吃下去的那些补品烧得干干净净。不仅烧干净了，这还叫火上浇油。你越补，你身体里越堵，最后那些营养全变成了滋养你，结节和肿瘤的养分全变成了折磨你的病痛。所以人到了晚年，什么是最好的长寿药，什么是最好的护身符，根本不是什么灵丹妙药，而是你那颗能够随时放下的心。讲到放下，很多人咽不下那口气，经常有人跑来跟我倒苦水，说南师啊，那个坏人把我害得这么惨，那个亲戚借了我的救命钱死活不还，我凭什么放过他？我要是原谅他，不就等于便宜他了吗？我不甘心啊！你以为你不原谅他，就是在惩罚他吗？大错特错！你想想看，你天天在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回放他当年是怎么欺负你的，是怎么骗你的。你每回想一次，你的心就被刀子狠狠地扎一次，你的血压就飙升一次，你的肝胆就不可逆地受损一次。那个害你的人呢，人家可能早把你忘了，人家在外头该吃吃该喝喝，睡得呼呼响，人家连一根汗毛都没掉。你用别人的错误，天天在自己的身体里熬一锅剧毒的毒药，然后每天逼着自己喝下去。天底下还有比这更愚蠢的事情吗？你们要记住，原谅别人从来都不是为了显示你有多高尚多伟大，更不是为了去便宜那个作恶的坏人。原谅别人是为了放过你自己的五脏六腑，是为了让你自己的气血
能够顺畅地在身体里流转。你把心里的怨恨一笔勾销，不去计较了，不去恨了，这在修行的境界里叫做釜底抽薪。你把你内心的那个火炉子给彻底撤了，你体内的那股浊气失去了根基，它自然就烟消云散了。气脉一通，原来那些堵在胸口的闷，那些连阴天到处疼的毛病，很多就不治而愈了。这就叫化业，把你身上的业障给化解掉了。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讲不要去跟路边真假难辨的乞丐计较，讲不要去跟蛮不讲理的刺头交感，讲不要去强行干涉儿女的因果造化，把所有的这些千头万绪全部收拢回来。落脚点到底在哪里？就在你这具肉身上，就在你这颗方寸之心里。你前半生种下了什么样的念头，后半生你的肉体就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子。只要你这颗心还是东飘西荡，还是充满了对抗、分别和怨恨，你就算住进最高级的病房，请天下最好的名医，也救不了你的命，因为你的心在漏水。可是只要你这颗心平静下来了，变得柔和了，变得慈悲了，你自己的身体就是一个最大的风水宝地，它自己就能化解世间一切的灾祸和疾病。话说到这里，道理大家都听懂了，可是真到了日常生活中，遇到那些实在过不去的坎儿，遇到那些胡搅蛮缠的人，遇到家里那些鸡毛蒜皮的烂摊子，咱们到底该怎么具体去转这个念？老祖宗到底有没有留下来几招咱们普通人照着做就能保平安积福报的实操方法？我告诉你们，方法不仅有，而且就在咱们每天的吃喝拉撒、行住坐卧里头。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学问，从来不是让你脱离生活去深山老林里打坐，而是教你在日常琐碎里怎么护住自己的那一口真气，怎么守住这个家的一脉福气。今天老头子我就把压箱底的实操本领教个底，你们记性不好的，那么多大道理听完就忘，没关系，你只要把接下来我讲的这几招拿个小本子记下来，或者多听几遍，照着做，你的后半生绝对能越走越顺，家里的霉气一扫而光。第一招叫做物来顺应，过而不留，这是最高级的转念之法。你们要晓得事情来了，你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走在街上，真遇到那个要钱的乞丐，你兜里刚好有零钱，你想给就高高兴兴的给，给了之后马上忘掉，千万别回头一步三探的去琢磨他到底去没去买包子，是不是骗了你。遇到有人在菜市场踩了你一脚，他要是不道歉，你瞪他一眼也就完了，转身去挑你的白菜。千万别把这件事带回家。这个道理很简单，人的心就像一面镜子，人走到镜子面前，影子就照进去，人一走开，镜子里立马空空如也，干干净净，这叫过而不留。凡夫俗子是什么样？事情都过去3天了，你那面心里的镜子上还死死地粘着那个坏人的影子，你还在半夜3更咬牙切齿地想，那天我怎么没骂赢他呢？我当时要是多还一句嘴就好了。你看人家早把你忘了，你还在拿他的错误惩罚自己，拿刀子一下一下捅自己的心。从今天起，遇到烂事只要没伤筋动骨，1秒钟斩断，你在心里大喝一声，告诉自己，我不跟你交干，我这金贵的福报你不配沾边。这一刀在心里砍下去，你的烦恼立刻就断了 80%。 第二招，管住你的嘴，守住家里的口业。佛法讲得很清楚，口业是人这一辈子最容易犯的，也最容易漏福报的业障。很多老年朋友心眼一点都不坏，干活也勤快，
恨不得把家里的地板擦得反光。但就是这张嘴啊，跟刀子一样，能把家里人的心砸得千疮百孔，特别是对着老伴，对着儿女，永远是那一套抱怨、指责、挖苦。你一开口就是，你看看你那个没出息的样，我怎么倒了8辈子血没嫁给你？你以为你就是发泄发泄，痛快痛快嘴？我告诉你们，声音是有能量的，语言是带有极强磁场的咒语。你天天在家里念这种恶毒的咒语，你们家就是个冰窖，就是个地狱。财神爷到了门口，听见这动静，都要捂着耳朵绕道走。怎么改？憋着，下次火气冲到嗓子眼的时候，硬生生给我咽下去，转身去厨房倒杯温水喝，或者去阳台上吹吹风，深呼吸3次，等那股冲脑子的邪火退下去了，你再开口，多说软话，多说感恩的话，看着老伴说一句，今天这菜买的真新鲜，辛苦你了。看着儿女少操心少唠叨。逢人就说，我们家孩子自有他的福气，我不愁。你天天在家里撒这种带着阳光的善言善语，不出3个月，你看看你们家的风水变不变？老伴的脸色红润了，孩子的脾气柔和了，病痛少了，连家里养的那盆原本快枯死的绿萝都能重新抽出新芽来。这就叫一念生机。第3招，向内忏悔，和你的身体和解。你身上那些结节，那些老毛病，那些吃药都不见好的慢性病，都是你大半辈子积攒的怨气变来的。现在怎么办？去原谅，把你心里那个记仇的黑名单拿出来，在脑子里一个个把它们划掉。不管当年是谁对不起你，是谁借了你的钱没还，是谁在背后泼脏水捅了你一刀，你今天就在心里对自己说，这笔账老天爷已经替我结了，我不讨了，我放手了。你不仅要原谅别人，你还要跟你自己的肉身道歉。晚上睡觉前躺在床上，把手放在你那个经常疼的部位，比如胃不好就放在胃上，肝不好就放在肝上，心里默默地说，老伙计，对不住啊，这些年我脾气太暴，让你跟着我受委屈了，从今天起我不生气了，咱们好好的，你用你这颗柔和的心去抚慰你这个受尽折磨的肉身，心静了，气就顺了，气顺了，血脉就通了，这就是天下第一等的养生之法。好了，今天老头子我絮絮叨叨跟你们掏心掏肺的讲了这么多，就是怕你们听了前面忘了后面。来，我最后再给你们啰嗦一遍，这几件事你就是打死也别再做了。第一，打死别再去纠结外面那些烂人烂事的真假对错，乞丐也好，保姆也罢，外境全是镜子，别再去抓镜子里的影子，徒增烦恼。第二，打死别去跟没底线的小人硬刚，你一生气就是跟他气机交感，就是把你的好运白送给他，把他的晦气全吸过来。面对毁谤，不辩解，不动气，就是跟他气机交感，就是最好的防御。第三，打死别把外面的好脾气留给别人，把最狠毒的话留给老伴。家里人是大考，对家人和颜悦色，把脾气收起来，才是扭转家运最核心的开关。第四，打死别去强行干涉儿女的因缘造化，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做马牛。你那强行渡人，包办一切的控制欲，只会折损他们本该有的福气，把好苗子变成废人。这4条底线几不失礼，你只要死死记住，每天照着做，你的晚年绝对平安顺遂。这叫明哲保身，这叫留得青山在。可是诸位要晓得，修好了自己，把自己的日子过明白了，这只是小乘，真正的修行
老祖宗叫做自利利他，最好的风水其实就是世人的这颗人心，最大的改命就是改念、改行、改因。你今天听明白了，你的心结解开了，你觉得通透了，可是你想想，你身边还有那么多老姐妹、老哥们，还有你的亲戚朋友，他们此刻可能正陷在家庭矛盾里，天天抹眼泪，正被单位里的小人气得睡不着觉，正因为干涉儿女的婚姻，把家里闹得鸡飞狗跳。这个时候你伸一把手拉他们一把，这就是天大的功德。你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他们，分享给那些你关心的人，这不是为了凑热闹，这叫做法布施，是在救人一命护人一运啊！你想想看，就因为你今天一次不经意的转发，点醒了一个正在气头上的母亲，让她悬崖勒马，放过了儿女，点醒了一个正要跟小人拼命的老人，让他放下执念，躲过了一场灾祸。你帮他们少造了一场恶业，少走了一条弯路，少败了一次家运。这冥冥之中积累下来的福报，老天爷这本大账全都会一笔一笔的回向到你自己和你子孙后代的身上。这就叫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这是最快的积福之法。如果你觉得南老师今天讲的这些大白话真真切切地走进了你的心里，对你眼下的困境有帮助，觉得老头子我没骗你们，那就请你们动动手指给南老师点个赞，点个关注。你每一次的点赞和善意转发都是在为自己、为整个家族积攒福气。另外，文字是有力量的，念头是有极强能量的。咱们这个讲堂千万人的善念一旦汇聚在一起，形成的那个正能量磁场，它的威力是不可思议的，能破除一切邪气。我希望你们看完之后都能在评论区里留下你的祈福善言。你可以根据咱们今天讲的内容写下一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或者是随缘消旧业，不再生怨气。你敲下去的每一个字，发出的每一个善念，法界之中老天爷都能感应得到这股强大的正向能量，最后都会化作无形的甘露，反哺到你自己和你家人的身上，保佑你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顺风顺水，逢凶化吉。